今天我要为大家深度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3月9日市场监测报告。这份报告揭示了当前黄金市场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如果你手中持有黄金或白银的头寸，或者正在考虑入场，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对你至关重要。本周市场的核心主题可以用一个问号来概括：到底是油价还是收益率会最终占上风？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让我用最直白的语言来解释给你听。上周全球市场遭遇了多重冲击，美国出现了意外的就业数据恶化，非农就业数据减少了92000人，失业率从 4.3% 上升到 4.4%。这本来应该对黄金构成利好，但是一个更大的变数出现了，那就是原油价格疯狂上涨。从报告第2页的核心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的心理关口，而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同步攀升。这种组合对黄金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油价上涨引发了市场对通胀卷土重来的极度恐惧，而通胀预期的上升又推动了债券收益率的攀升。报告明确指出，这不仅仅是石油的问题，天然气、化肥市场也面临了类似的风险，这将对全球消费者物价指数产生巨大的上行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金价格上周下跌了 1.8%，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下午定盘价收于每盎司$5128。虽然年初至今黄金仍然保持着 17% 的涨幅，但技术上出现了一些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周线图上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外包围形态。对于刚接触技术分析的朋友来说，这意味着上周的价格完全吞没了前一周的波动范围，而且收盘价更低，这通常预示着趋势可能发生反转。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现在让我们深入具体分析市场的数据和推动因素。首先看第3页关于黄金市场的详细表现。世界黄金协会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分析框架，导致黄金下跌的3大罪魁祸首非常明确。强势美元贡献了约负 1% 的影响，上升的债券收益率贡献了负 0.6% 的影响，而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资金流出造成了负 1.6% 的拖累。这3个因素叠加起来，构成了黄金价格下跌的主要压力。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支撑的因素，持续的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就业市场数据的疲软为黄金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中东冲突的升级以及中日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都使得避险需求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当前市场的复杂局面。避险需求和通胀担忧在激烈的进行博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第6页的黄金周线图显示出一些令人担忧的信号。黄金未能突破每盎司$5459的关键阻力位，随着美国债券收益率、实际收益率和美元的急剧上升，市场形成了负面的外包围形态。更重要的是，当前金价比其长期200日移动平均线高出 25%， 这表明市场已经接近历史性的超买极端水平。关键的技术位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下方支撑位方面，如果金价跌破上周低点每盎司$4997，将进一步确认调整趋势。更关键的支撑位是55日移动平均线，目前位于每盎司$4844。这条均线自2024年底以来一直成功支撑了黄金的回调。如果持续跌破这一水平，
下一个支撑位将看向每盎司4656美元，极端情况下可能测试2月份的低点4403美元。上方的阻力位方面，初始阻力位是在每盎司5198美元，然后是5419美元至5459美元的区间，这仍然是通向历史高点5595美元的关键阻碍。让我们再看一下第7页的市场表现和定位数据。这张表格为我们提供了跨资产的视角，黄金52周标准分数为 0.71， 表明当前价格在过去1年的分布中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还不算极端。白银的表现相对更加强劲，年初至今上涨了 30.87%， 明显强于黄金的 19.56%。 这种金银比的变化可能反映了市场对工业需求复苏的预期，也可能是投机资金流入的结果。第10页和第19页的纽约商品交易所持仓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市场结构分析。根据最新的数据，货币管理者净多头持仓为 313.69 吨，其他类别净多头持仓为 183.63 吨，总净多头持仓为 497.32 吨。从详细的持仓变化来看，管理资产类别的净持仓增加了 12.1 吨，这显示出尽管价格下跌，大型投资者仍然保持相对看涨的立场。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增加幅度相对有限，这说明机构投资者在当前环境下保持谨慎。第11页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图形为我们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驱动因素的影响。机会成本因素主要反映了债券收益率的变化，在最近一段时间对黄金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美元强度因素也对黄金构成了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虽然为黄金提供了一定支撑，但力度有限。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资金流出则直接对价格构成了拖累。现在让我们转向推动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能源价格的飙升。第12页的布伦特原油周线技术分析显示，原油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技术底部的形态，原油价格突破2015年以来关键阻力位，并轻松站上了2022年至2025年下跌趋势的 38.2%， 费波那契回撤位 89.24 美元。截至报告撰写的时候，油价已经突破了100美元大关，下一个目标是 119.5 美元的隔夜高点。第13页将布伦特原油价格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进行对比，清楚的可以展示出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激进上涨伴随着债券收益率的急剧上升，这反映出市场对能源价格上涨将推高通胀这样的一个担忧。如果原油的上涨趋势得以持续，债券收益率则可能面临进一步的上行压力。第14页分析了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的趋势，这是影响黄金价格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实际收益率在成功守住长期区间下端的关键支撑位 1.60% 至 1.65% 之后开始上升。目前市场被55日和200日移动平均线压制，分别位于 1.85% 和 1.78%， 只有突破 1.87% 才能确认实际收益率的进一步上行，这对黄金将构成重要的压力。第15页的标普500指数技术分析显示，美股也开始面临了下行的压力，指数被下降的移动平均线压制，但仍然守住了6720至6710的关键支撑位。如果跌破6710，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市场调整，这时候黄金的避险属性可能会重新发挥作用。第16页的美元指数分析表明，
美元已经反弹至55日和200日移动平均线上方。尽管报告认为这种反弹是修正性和暂时性的，但只要美元保持相对强势，就会对美元计价的黄金构成重大的压力。关键的分水岭在 100.53， 如果美元持续站稳在这一水平，可能就意味着更强的美元周期的开始。第20页和21页的交易所交易基金流量显示，上周全球黄金 ETF 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出，特别是北美地区的流出较为明显。这种资金流出反映了投资者情绪的变化，特别是在面对不确定的宏观环境的时候，投资者选择减少黄金配置。但从年初至今的累计数据来看，整体资金流的情况仍然相对健康，显示出长期投资者对黄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第22页的交易量数据则显示，全球黄金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表明市场的流动性状况良好，为投资者提供了充足的交易机会。展望这周，我们将迎来一个数据密集的交易周，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将陆续公布。根据第5页的经济数据日历，最关键的事件无疑是周三将公布的美国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市场预期核心 CPI 月环比将从 0.3% 降至 0.2%， 年同比维持在 2.5%。但考虑到最近油价的大幅上涨，如果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将进一步打击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对黄金构成额外的压力。除了 CPI 数据，周五还将公布美国1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这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如果这一数据也显示通胀压力上升，将进一步确认通胀重新抬头的担忧。其他值得关注的数据包括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耐用品订单、房屋开工数量等等。这些数据将帮助我们判断美国经济是否真的在放缓，还是仅仅暂时的软弱。国际方面，中国将公布2月份出口数据和通胀数据，日本将发布第4季度 GDP 的修正值。这些数据将为我们提供全球经济状况更完整的图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将决定下周的市场走势。地缘政治方面，中东的局势持续升级，以及亚太地区紧张关系仍然是黄金潜在的支撑因素。如果这些风险进一步升级，可能会为黄金提供避险买盘的支撑。对于有一定经验的交易朋友，建议密切关注这周的通胀数据以及技术面支撑位的表现。在当前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风险管理比追求收益更重要。对于刚刚接触贵金属投资的朋友，要记住，黄金是一种长期财富保值的工具，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不要因为短期的涨跌而过度焦虑。长期来看，支撑黄金的基本面因素仍然存在，全球债务水平高企，地缘政治风险持续，货币政策等不确定性的增加，这些都是长期黄金支撑的因素。当前的回调可能为长期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配置机会。如果这一期视频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市场分析了。我们下周继续为大家带来新的市场分析，感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投资顺利。